我觉得拿了 MVP 当然是高兴的，可是我觉得我也是有带一点幸运吧，因为我才赢他2分而已，而且对手可能失常了。我会先教你们跑步的部分，然后接下来会有2位国家运动员会教你们丢和跳的环节。热身跑没有什么难度，之后有什么难度就不知道了。 我们现在要练的是弹跳力。弹跳力的运动的话，是来加强我们的肌腱。腱就是 ligaments 跟 tendons， 就像这里的 Achilles tendon 这些弹跳运动都会练到。了解。就先站在 box 的前面 ，OK， 然后就跳。OK， OK， 是这样跳。哎，这个不难呢，跳这样太容易了啦，你要不要提高难度？好，再提高吧，好不好？来。 最可怕的是这么大的，叠上去，叠上去很难。教练示范了，教练你先。哇，好轻松松哎，好帅哦！来，这时候阿武哥还是泽亮，我觉得泽亮，确定吗？泽亮，你先这个。泽亮，不要为难了，我叫你，我觉得他会很轻松。哎，哇 ，OK， 有点花，我觉得他不行，可以。那还可以再更高吗？可以吗？还可以再更高，还可以。哇，我们先请教练先跳吧。可是有点夸张哦。哇，这个有点高哎，这真的，这差不多要逼近我的高度了。加油！哇！他这样厉害跳了，应该不难吧？好像很容易嘞。下一个挑战者，好来，走来。其实我是很忐忑的，我很紧张。出丑不出丑我不在乎，但是应该会直接整个脸撞上去，因为我觉得说很难跳到那个高度。加油加油！太近跳不上去。慢慢来。我们是可以跳得更高，飞得更高的，只是我们自己的想象限制了自己，所以我就告诉自己说不要想，直接做就对了，直接跳。我是想要知道，所以到底这个弹跳跟跑得快有什么关系？其实，在跑步的时候，如果你脚接触地面的时间短的话，就更快了。一踏到地面就弹开了，这样。弹开。可以。其实这个跳箱子的练习是我自己之前在健身房也有练，但是我觉得教练有一点点的把那个难度增加了。Jasper， 你的声音要出来啊！好像很高，可以的。来，你们不要小看这个 softbox 哎，当你远远看的时候，你以为他很矮，可是你靠近他的时候，他几乎到我这边哎。人家以为我长腿可以跳得很高，可以跑得很快，可是我其实没有很好的利用我的长腿也是，所以我觉得 it's a misconception。哎，说真的，我是有点恐惧的，因为我小时候那种跳高啊、跳远啊，老师一定讲说，哎，你不错，你就去试一下。所以跳高其实我是有撞过，当然会怕啦，我很害怕，就是从那里跌下来，或者是下面那个东西不稳。你对于这么靠近自己的那个高度的话，其实是很难想象自己能够跳上去的。真白有。折两就好。对啊。哇！差一点哦，对不对？完全没问题。看了大家的表现，其实可以慢慢克服跳高的恐惧。就像 Jeremy， 你的弹跳力是够的，可是可能信心不足，所以跳得不够高。就是要多练习啦，对，多练习，哇，多练习，然后肌肉跟tendons 跟 ligament 加强后，就 OK 更有爆发力了。很好。对，那教练，接下来我们还要练什么？我们接下来就会练习腹肌的运动。哦，对，对，教练有吗？你猜猜看。教练，脱掉，你 flip 示力就好。看一下。快
所以我们练也会变你这样吗？长期的练的话，一定大家都可以得到腹肌。我练了35年了，这样。可以。再接再厉。那我们直接来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 ，OK。哇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训练不得了，上道具了。好，跑步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需要练习 core 跟 hip 周围的肌肉。哦 ，OK。训练的时候要有爆发力。好，所以接下来我就会示范一下怎么练这些肌肉。可以。好，就拿一个 elastic band 哦。好，1、2、3。虽然你就是用爆发力的方式跑一步，对，一步。OK。平常跑步也都没有这样的条件去练嘛，我是觉得，所以这也是我第一次用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练习的方式来去练起跑。dash， 你的第一脚踏出来的时候，如果是右脚的话，左手要上。OK， 好。对。哇 dash， 这个是有算哦，越来越厉害。现在是往 OK， 还是侧走。哇 ，nice， 很远哎。好，来，再来。爸。哦，有哦。爸，样子出来了。喊得很大声，可是位置还是一样。感觉他的那个冲力没有出来。对，感觉你好像要往上，往前啊。你其实要往前多一点。往前多一点，你压低一点啊。收复你的腹肌。Go， 有比较好吧？有。但是没有那么容易耶，你真的跑不动，就是很像有很多个人在阻止你跑，所以他在训练我们的爆发力，我觉得是很好的。有 ，OK， 真的有爆发力的感觉。有冲。哇，你有没有流汗？我后面流很多汗呢。他快流泪了，来多5下来。还要多5下，多5下来。我原来以为说这方面就核心力量还算 OK 啊，结果我发现才做了10下，我整个身体的核心部分都在抖动。出去的那一个刹那，有的时候真的是会有差别的。你起头跑得好的话，后面的人就会有心理压力要去追你。压低一点，往前。其实我看了2组的表现，我是觉得绿组的6月最有潜质。6月的发力的方式跟速度其实非常好。哇！蓝队的话就是质量的潜质最大。你看 ，OK， 很棒。所以我们暂时只是学了跑，对，还有跳，还有丢啊，所以还有很多的挑战等着我们哦。丢跟跳就会是另外一个教练。好，谢谢教练。丢项目有丢铅球，有丢链球，有丢铁饼，还有那个是 javelin， 对不对？跳远，跳高，不会撑杆跳高吧？不会吧？太远！后来我发现是铁饼的时候，我完全没有玩过哎，这是一个新东西，是还蛮好奇的，想要学一学，看有没有办法可以跑得很远。请问你是我们的教练吗？是。哇 ！Eric 于俊伟13岁开始接触铁饼和其他田径投掷项目，强劲之手让他成为田径场上的小巨人。2015年开始，一共代表我国参与15次的国际赛事。近年来，积极培育新一代国手，为新加坡体坛不遗余力。哎呀！厉害！例如，我们今天做的是铁饼，我们先要做站头的模仿。站头就是站着头，然后模仿他。对。哇！先把那个姿势给做正确啦。对，我们先用这个把杆来OK， 做示范。OK。对。如果你是用右手投的话，你左手拿住把杆，右脚往前，把重心移到右脚上面。重心压上去。右手拉出来。转你的右脚。对，转你的腰。转，就是这样子。
用脚带动身体。对，哎，我问一下教练，为什么要用这个铁柱啊？因为我们投铁饼的话，很多人会喜欢用左手来拉。哦，所以我们拿这把杆是把你的左肩膀放住，不要给它用到力。对，固定住。对。那教练，所以这个使力的话，用哪里的力比较重要？我们需要用脚跟腰。OK。哦，就是要用下肢的力量甩出去，这样子投。OK， 哎，所以这个姿势很重要哎。对，不然容易扭到腰哎。而且如果错的话，可能不是丢前面，是丢左边、丢右边，会歪掉嘛，对不对？对。1、2、3，你的右手拉上来一点，重心往前面压一点点。对，这样子对。我又很容易就是一转的时候想要用力一点，然后我的左脚步就会偏移，然后就太多了。然后教练就讲说，你只要一太多的话，你就会容易失去这个重心的平衡。对，因为我看到教练你示范的时候是会转好几圈，然后才投出去。我做的是旋转。你们做的是站投哦，我们不用旋转啊。对，不需要。如果你会旋转的话，就会更远。哎，我好奇哦，如果他腰比较长的话，对于就是丢这个抛这个会不会有优势？其实我觉得不是腰长，是那个腰要有力。OK。对，腰有力，手臂长，我才173而已，我的手臂有186长，185、186，对。我看一下，比一下，你们2个看一下。看一下。哇！哎，我的高度嘞。教练，其实我想问，为什么我的铁饼这么小？哎，很 Q 的，好像跟你们不一样。像铜锣烧这样。因为男子铁饼是2公斤，我们直径22公分；女子铁饼才1公斤而已，直径只有18公分，所以你的会小一点，我们男的会大一点。不错。铁饼的轮沿是用金属来做的，可是这个 plate 是可以是木头跟 fiberglass 做的。哦。古代的奥运会以前也是有铁饼，可是他们投的是石头。石头，对，10块啊，10块，对。那你教我们什么才是正确的姿势，来去握铁饼跟投铁饼好吗？握手的姿势这样子，你不要抓住铁饼，你就握着铁饼。OK。铁饼，如果你这样子拿住的话，铁饼应该是要掉出来的。因为我们一直以为是要这样子嘛，抓住。对，其实不是哈，不是，所以是用第1节的手指去碰到就好了，稍微的带着它就好了。对。可是这样，我看你是飞出去，这样不会不稳吗？不会，一直摆铁饼的话就不会掉出来。可是你惯性甩着它，它就不会掉下来。对，可是你一停的话，铁饼就会掉。OK，了解。很多人就觉得铁饼是从后面出来的，对。可是铁饼其实要从前面转出来的。哦，前面。所以如果你把铁饼放在你的旁边，铁饼是要从前面掉出来的，就是这个感觉。哦，所以丢的时候也是这样子。对，铁饼是这样转，可是铁饼要从往外转。我们把 medicine ball 当成铁饼，学会怎么样从下肢发力，就从这边转一下，这样子抛。哇！它跟铅球还不一样，铅球就是你推，可能你力量大，还真的会有一点帮助。因为它这个是要靠转身，要靠你那个铁饼从你的手上飞出去。你怎么飞？你怎么去控制那个饼，让那个饼是这样飞的还是这样飞的？就我们都不太好控制，坦白说。我们的基础都练好了，我们要进去真正的投铁饼。教练想问一下你，这冬运会投铁饼的记录是多少？我们的冬运会记录是59米50。你们要不要猜一猜是哪一个国家的记录？你这么说，一定是新加坡了。我们的骄傲，我印象中是新加坡因为新加坡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个 legend 那时候很厉害的。对，是我们的铁饼巨人 James Wong 黄德言。对，你知道他多厉害吗？他印象中以前只要冬运会他参加他的项目是一定金牌的。是什么时候？从1995年到2013年。哇！他赢了9次铁饼金牌，1次链球金牌。总共有10个冬运会金牌。10年好厉害！总共好像是有16个还是18个冬运会奖牌。哇！好了，那教练，你的记录是多少？48米84。哇！要不要让教练示范一下？好，加油！教练，帅气！有！哇！
刚才的差不多40米。哇，你随便这样扔就40米啊！记得用下半身的力量。Jasper 不要丢到教练。好危险哦！教练小心啊！完了，教练，你要不要先离开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连草都没有动到。我安心多了，我只要不要垫底都行。Jasper， 我爱你。因为你不要往地上投，站起来投，胸往上往前面投。说实话，我觉得也是预料之内的事情啦。我从小到大在丢的这方面没有什么天赋哈。因为我感觉我就一直担心那个铁饼会掉，但是教练又一直叫我们不要抓紧它，所以我就在这个紧跟不紧之间找一个自己的感觉。我就觉得哇，我怎么能把它握住 without using 我的 wrist？ 可是后来练了练，我发觉哎，可以了。它很像很僵硬，不行。跳舞感觉。不可以这样往下，不行。会掉嘞。有了。你看你的是从下面出来，因为你怕，所以你就这样子投。对。你不是这样子投。不用怕。但是我觉得铁饼有一个难度就是其实它的姿势非常重要，因为你使用蛮力好像反而丢不远。高一点，手高一点，哥哥。你看到我们丢完了之后有什么意见？男主嘉云跟阿武哥比较有潜力。好。可是绿组你们，我觉得6月跟李腾如果练的话会好一点点。就刚才你看的，我们哪一些动作是 no good NG？ 一个是你们的动作摆得不够大，一个就是你们一直往前面倒。投铁饼的时候你要站住，挺着胸。所以这个功课我们回去练习。好，也要谢谢我们的教练了啊，这样陪着。谢谢。我会加油的 ，OK， 努力加油。要干嘛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我看到有人要跑了。是要跑了吗？要跑吗？跨栏。跨栏？我们要跨栏。跨栏？真的是要跨栏？怎么可能？哇！我觉得他把跨栏当作是一个很日常的一个动作，你知道吗？很行云流水，他这样跨，完全的速度没有减到，很厉害，天哪！哇，你好，哇，好美哦！先问一下，怎么称呼你？我名叫 Christine Ong， 我是你们的跨栏教练。Christine 王静荣是本地跨栏项目的一道美丽风景线。10岁起开始接触短跑，13岁进入体校专攻100米跨栏。她的拼搏奋进、争创佳绩，展现了运动的坚持力量。是不是长得高的才适合跨栏呢？的确是，如果你的脚比较长会有帮助。可是如果你们没那么高，可是你们的弹跳力好，也是会有帮助。弹跳力很重要。那如果脚又短，弹跳力又不好呢？对，人又矮。是谁？弹跳力很棒，要相信自己是行的。所以是有办法练出来的哈。有办法，只是需要一点时间。来吧，来练习吧。Let's go， 来说不练。第一个练习要做是 high knees， 我先 demonstrate 给你们看。好。哦，侧边哦。还不错哦。OK。哇，这个协调性很重要哇。对，我们做跨栏大部分都是要做节奏来的。节奏。rhythm。刚才教练这样跳的时候，你有感觉到什么吗？什么？很厉害，来你先。对。来，准备啊！节奏啊 ，bro， 来 show me， 处处气泡，准备来，3、2、1 ，Go！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如果跨栏不高的话，其实我应该 OK，
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玩0 point。你很容易紧张的时候，你就忘记算，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很专心，就不敢跳了。我人这样高，这栏也没有很高嘛，应该不是问题啦。搞不好这个是我的项目呢。我们刚刚做了提脚的动作，现在我们可以去做跨栏的动作。跨栏，OK， 好。哇，一个脚一个哎，哇，一脚一个哎，对，跨，我只要想象前面有龙沟哎，对，哇，好像放学回家小朋友啊，有种莫名的喜感。哇，我的腰好酸，很酸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么长。哇，它是颠2下。1、2，因为太远了，你看。要踮脚喽，没有哦，所以我知道教练这不是我的运动。你跨的时候其实踮一下，你要有跳一下，要踮一下，不然我是 reach 不到，是高度的问题。所以教练刚刚看我们表现哦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心里的膝盖会这样哦，也很危险，因为你的膝盖你这样会很容易打到哦。因为如果我们没有锁，很容易受伤。因为踢到就会勾住。哦 ，OK。可是如果我们有锁住，会比较安全。OK。你们三位都有同样的毛病你们做跨栏，你们大多是会这样，对，再这样，对，因为你们的臀部还很 stiff， 如果有比较多 flexibility 就会比较容易。所以就是身体不可以弯来弯去，你要往直，然后你就是这样。OK。好，那接下来教大家练什么呢？我们看男足吧。好，男足也来了。到你们了，来就来。那你的大长腿，我们真的很吃亏耶。我不可以，我脚痛哎。哇，我的脚痛。Just now the lift up, but only this side pain. Yeah, so when I tilt up, right, yeah, I can feel. Then I rotate, yeah. 因为我觉得我本身都蛮僵硬的，所以真的可能我需要多一点的拉筋的时间。暖身才不会伤到。刚才我们绿组 Jeremy 受了伤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再提醒大家，我们跑的时候，我们的脚每次要锁住。锁住。这里要锁，如果打到就 one move， 就是要用力来锁住。脚背上屈。上屈，我们锁住，可是我们 land 的时候不是用这样 land， 还是要用我们的 forefoot 来 land。跨栏，对 ，1 and 直接跨。我觉得跨栏也是因为有点恐惧感，然后也是怕自己跳不够高，会踢到那个栏，所以没有对自己有太多信心吧。因为那个栏不是很高，所以难度不是非常大，但是要在每个栏之间。找到那个教练所说的节奏，我觉得这个不容易。OK， 好，教练，来我们这位哦 ，Jeremy， 你还 OK 吗 ？OK， 可以吗？如果等一下痛，你就随时休息一下。OK，不要逞强嘞。好。我们先练两边找你们的 dominant leg。所以就是你跳的那一脚是 dominant leg 啊？我们叫的 dominant leg 是我们的 leg。哦 ，lip leg 啊。所以我会讲 right side。哦。left side。我们跨栏的时候，我们大部分比赛还是都是用3步。我们刚刚开始，我们就用5步。这个是个 hurdle， 没有 count， 不算，不算。再1、2、3、4、5，跨。hurdle 那个不算啦。OK， 算。你们要 jog 一下。OK。再跳。OK。哇，好美哦。感觉你的右边比较顺。对。好。还是队长，你要不要先上？我先吧，来示范一下。哇，对，哇 ，nice， 哇，为什么他走得有些那个动作不是我们平时会使用的动作，所以其实对于筋有点硬的我来说非常的困难。Hurdle 1， Hurdle 1， Hurdle， 哎，不错哎，真的是不错。哎，你不要去算，就先做先。跨，对，好。跨栏的时候，我跳左也不顺，跳右也不顺，
还是我要直接往前冲跳，然后再决定？反正我不知道啦，我觉得我心理上来应该要先克制。他真的有跳 ，OK。但是我的步伐好像不对。 OK， 对，跳，对 ，nice，OK。哇，哇，赢了！哇，好看！哇，轻松！你是讲人好看还是跳好看？都好看，两个都好看。哇，好顺哦，5个。我以为是我的右脚，但原来是我的左脚。如果不是他们在后面观察我跳的那个整个姿势，我也不知道我的右视角是哪一个。好像2个都可以哦。教练有没有人就是两边都 OK 的？有。哇，那边好像左边比较尴尬。对，右边比较顺。右脚比较好吧？跳跨哦 ，OK， 跳跨，好。你的脚不只要抬得高，还要在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姿势。我的骨头又那么硬，肌肉又不发达，哇，真的很痛啊！OK 吗 ？OK 吗？我撞了1次脚后，我有一点点恐惧，应该丢铁饼比较适合我啦。要学会跨栏，先得克服怕栏。跨栏对身体和心理因素要求极高，但也最能培养勇敢顽强、遇事坚决果断的精神。希望2队同时训练，更能激发新牌运动员的积极情绪，发展出惺惺相惜的友谊。当然，最期待的就是看到2队最终的跨栏表现。两边都有一些比较好的，好像绿组 Jeremy 还有6月，不错。蓝组就日武还有泽亮跨栏都不错。哇！那今天呢，我们这个训练呢就告一个段落了哈。这边谢谢教练，谢谢。今天真的难得啊，跟我们的3位教练一起好好的聊一下。其实我蛮好奇的啦，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都是国家队的选手，然后但是呢，他们同时也是算是兼职啊。你们要讲一下你们的情况好不好？是什么样的情况？我的全职工作是土木工程师，做建筑的。我是个大学生，我是现在在国大第3年。我自己是在 marketing 做工。全职 marketing。不过我蛮好奇的，就是说，身为这样子，就是有自己的一个正职工作，又要兼顾比赛哦，难度在哪里？其实要作为一个运动员，要牺牲很多，要找到平衡点，平衡家人、朋友、事业、训练的时间。你每天大概要训练多长时间？通常每个星期大概有6到8个训练，有时候早上训练，然后下午再训练，所以1天2次。我每天要11点睡觉。为什么？我的班是8点上课，所以我要7点起床。所以很 discipline 啊，自律啦。睡到8个小时，是为了确保训练的质量，是吗？对。我觉得因为他还在读书，所以时间还是比较规律的。对，没错。因为 Christine 是在工作的，而且很多时候你是做 marketing 的是吗？因为很多 project 啊这种东西，有时候时间长短。我的公司他们蛮 supportive， 让我来10点多可以开工。可是有 peak season 的时候 ，events 的时候 ，festivity， 我们会做工到很迟，好像我会下班4点下班，2点到4点下班。4点是凌晨啊。对，如果我们没有去到训练，我们的自己的表现也会影响到。我想问说3位这么辛苦，为什么你们还能够坚持下去？是什么原因？真的是很喜欢那个项目。你如果可以看到你自己会跑快一点，还是他来说是丢远一点，就会感觉到很 satisfied， 有成就感。那其实你们参加过这种大大小小的比赛，有哪一个是特别难忘？应该是我2015年亚洲少年比赛的时候。亚洲少年杯。对，因为我赢了银牌。哇，亚洲我很好奇啊，那个记录现在还是保持着吗？还是。哇，纪录保持者。我是做100米跨栏，对，可是我最难忘是400米跨栏。为什么会去跑400米？我去跑400米跨栏是因为是个好像个 challenge 跟我的教练，可是400米跨栏是非常痛的项目，很长，真的是很痛。
我去到那个比赛是在马来西亚，我 surprisingly 赢个 medal bag。我赢的第1枚奖牌，人生中的啊，对，就是2019年赢了100米的铜牌，意义重大，因为其实是我参加的第1次的比赛，当时22岁。最难忘的比赛其实不是赢了奖牌的比赛，对我来说。 那些赢不到奖牌的才学得更多，比较有记忆啊。因为短跑它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一项运动，所以从起跑到加速到冲刺终点都非常要有180%的那种专注力啊。没错没错。啊，所以其实如果在比赛的时候做得不好，然后在训练的时候就可以加强那些不好的地方。我真的觉得很想给他们起立鼓掌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热忱，然后热爱，带他们走得那么的远 ，respect。希望说观众朋友看到他们的时候，也可以得到一点点的启发，做你爱做的事情，你才会付出180%的努力。 现在呢，制作组将公布新牌田径赛的比赛项目和详情。哎呦！当制作组提早公布比赛规则的时候，其实我有点吓到，是不是想，制作组要出什么板凳？新牌田径赛，掷铁饼占1分，每组1位代表；跨栏占1分，每组也是1位代表；4乘100米接力赛占2分，每组3位代表。 队长必须确保每一位组员都有1次上场机会，而每组将有1位必须出征2次哦。所以，我们4乘100米那个是什么状况？那你找4个人，我们只可以派3个，那其中还有多1个嘞？啦啦，又要抽啊！100米健将 Bernice，100米健将 Zander， 是什么？我们都是100米健将哎。对，2个100米健将啊。哪里？哎呦，是吗？这2位吗？新牌田径赛提前迎来2位国手加持，他们都是田径短跑队闪耀的新星 ，Bernice 刘玉玲和 Zander 何安恒。Zander 2022年代表我国出征共运会，打入400米接力赛决赛。Bernice 同样在2022年出征共运会，而且是100米和4乘100米代表。 要不要讲一下个人最厉害的成绩是多少？对，我的个人最厉害的是10.85。哇！10个米的1秒钟，你呢？我的是12.12。10.8。关键是哦，激动什么？关键是哦，他那2秒哦，我们可能不够用。补回来。 2秒补不回来哎，我比较担心这个嘞。OK， 那现在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必须去商量一下这个策略了哈，这个战略很重要，好不好？我觉得2个跑步应该都是你，我们3个找一个铁饼。我也讲铁饼应该是我上对吗？对。提早公布比赛规则，我觉得说不错，至少心里有个准备哦。 决赛日的各位 ，OK， 我跟你讲，今天是我们蓝队哦，我们发光发亮的日子 ，OK， 好不好？我们要一雪前耻，让你们知道我们的厉害究竟在哪里。可以，也对啦，我们赢那么多次，也不好意思吗？新牌田径赛第1回合掷铁饼，男女分别挑战2公斤和1公斤铁饼。 那我们不一定说要把最强就是5个放在铁饼，因为5个如果去了铁饼，等一下你就不能跑。他们谁会丢几个？5个。佳云，我觉得佳云。我觉得因为你扔的跟我差不多，对，就是干脆你扔就好了。可以练了，可以再练一些。然后5个跑100，你去扔铁饼，对，也可以。请蓝队代表叶佳云及绿队代表李腾出列。佳云必定能赢。要玩就玩大一点了。如果我输了，我认真宣布啊，我就退出娱乐圈。我期待着。身为一个00后的，跟一个80后的大叔，哎呦，我不敢不尊敬。哎呦，所以我这次一定会付出我的全力，好，没问题，来打败你。可以，这是我对你最大的 respect。你知道我最喜欢的就是消灭00后了，这是我的爱好。我看到00后，我就是杀，没问题。直接来了，好不好？好。
觉得佳云哇，没想到她铁饼的发挥可以这么好，因为感觉在之前的项目，我看她也不是一个力量很大的一个女孩子，可能她的那个手感吧，我是觉得。来吧。哦。啊，李超你犯规！哇，那个真的很可惜耶，因为那个我在丢的时候，那手感非常好。可是这个犯规，他投完了，他出去，哎，不可以吗？不可以，要从后面走出来。我觉得佳音第二戳应该更好。会。耶！我其实第二次投的距离都差不多一样，是我心里有点在想，哇，我能不能突破我这个距离，所以心里有点 stress。我平时在练投的时候，我大概也能够知道说我能够投多远，所以当他投前2次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应该是有机会能够拿下这一场胜利。加油，可以了！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来，最后来！哇，这个姿势很美。喂了，真的喂，真的是喂。你看。当他投第3次的时候，我吓到了，哇，50-50，我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够超越他。李阳，不要有压力，没事啊。OK。哇，真的很可惜耶，因为差那么一点点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跟我们人生一样，很多时候呢，你尽量做好你每一次的抛的动作，但是最后成绩是如何，真的你很难去控制它。我跟你讲一下，我决定开抽一个圈。为什么？我改名了。你叫什么？不要叫李腾了，叫李鹏。来。选手将挑战80米，8个68.5公分高的篮，请蓝队代表朱泽亮和绿队代表田明耀出列。On your marks。加油，田明耀赢，田明耀赢。泽亮，发光发亮。Set。Oh my god！踢到第1次之后呢，我一落地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说，之前那个腿部好像拉到的肌肉又被拉了一下，所以我那时我腿下来就抖了一下，之后呢，就立刻好像下一个又踢到第2个了，因为我发现腿有点抬不起来，然后好像再往后我就换了一条腿来跨。前面几个跨栏的时候，我是还蛮 OK 的，我觉得我可以追上泽亮，但是到后面的时候，我的脚就开始痛。其实我觉得绝命真的是尽力啦，因为其实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啊，他就有一点拉到他的大腿筋，加上说他对手是泽亮，哇！不过我觉得他那个完成，我就也觉得给他竖起大拇指。金牌田径赛来到最终回合，究竟绿组的脱缰野马跑得快，还是蓝组能像离了弦的箭一般飞出奇迹呢？一般上快的通常会跑最后一个，女生的比较有气的会跑第2棒，因为第2棒通常视觉上跑弯的时候你会觉得比较短。我的手是这样子开的，是不是应该关着我们？要关着，要关着。我就可以交棒。哦，可是如果我手开，然后我就摇，可以数哦。然后我会喊 up， 然后你 up， 我就会 pass， 你就会拿。OK。女生跟男生有什么主？因为速度不一样。因为速度不一样，所以就要比较安全的接棒，这个就是这样慢慢的。3 action。我们喊 up 呗。不用，这个不用喊 up， 因为我看得到你。来了，大家千万不要眨眼哦！On your mark，
开始跑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职业的国手跑的时候好像在飞这样，很轻。然后你看心灵就感觉上哦，他好像两只脚是很沉，你知道，很重这样，就很慢。那时候哇，怎么差这么多？不出我所料嘛，毕竟我们的本尼斯也算是国家队的代表，所以有一定的距离是合理的。可是压力就在我身上了，如果我跑得慢的话，全村就会看着我。加油！到最后4乘100，主要我们的劲敌就是他们的教练。只要我们前3个拉开足够的距离，我觉得最后1棒泽亮对他们的教练应该是问题不大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哇，神性！哇，这飞跑哎，很快很快！哇，这样超快！哇，帅！ All right！ 哇 ！OK， 好，这时候请公布4乘100接力赛的成绩。好，我们最后的4乘100米接力赛获胜队伍还是蓝组。新牌田径赛总冠军还是蓝组。来，我们请那个队长来发言啦，什么感觉？这个最大的收获呢，除了就是赢了绿组之外，我觉得我们也学到了一些新的技能，比如说跨栏啊、铁饼啊，这些都是我们第一次接触的。然后还有那个100米的短跑，教练也教了我们很多比赛前的一些热身，就是做什么样的热身是比较适合的。我觉得我们也收获良多。这个比赛过程下来，我也学习到，真的哦，在田径啊，就是2个字，坚持。真的不容易了哈，我们的国家队的选手们，真的每一天啊都要一直训练，不停训练。你看流下的汗水啊，努力啊，在短短的几秒钟，就是要分那个胜负跟成败了，真的不容易。给他们再一次的掌声好不好？对，那当然，现在大家都很好奇啊，还是有这个 MVP 哈，对不对？那有请这个总教练哈，一样来宣布我们这一次新牌田径赛的 MVP 得主，来了。好，对，这集新牌田径赛的 MVP 是蓝组的泽亮。哇！恭喜！刚开始我们做体能训练的时候，我就观察到，其实泽亮在跑方面，在力量方面，他其实是挺不错的。所以我觉得田径，我是希望能够让他获得这个 MVP， 所以那个100米跨栏我也让他去。好，泽亮因为为蓝组跑了2个比赛，就是跨栏跟4乘100米的接力赛，然后成绩都非常好呀。谢谢。哇，其实得到之后，我只想对绿组的 Jeremy 说一句话。Jeremy， 我要输，你给我输。这项运动玩下来，其实我发现，我突然明白教练所说的战胜自己。你不是在跟任何人比，就是每一次的比赛都尽了全力，甚至比上一次的自己做的还要好的时候，你真的会很开心。我居然可以学到人生的道理耶，从田径身上，天啊，我好感动哦！掌声鼓励一下，也谢谢我们的教练们哦，真的很棒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目前战况，绿组以4局遥遥领先，蓝组加油啊！cannot